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帖子中的照片，因为这正是我所在的小区。下一秒，门外就传来了摩擦指甲的声音。这是我放假期间刷到的帖子，本来没当回事，可帖子中还放着受害者名单，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传来了刺耳的声响，我吓了一跳，站立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可外头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也许是我听错了吧，一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，才会出现这种错觉。我又一次看向了帖子，这才发现这篇帖子居然是5天之后发布的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么明显的恶作剧，还会有人相信吗？我接着往下翻去，可帖子的内容却越来越瘆人，也越来越真实。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黑熊进入了麻吉公寓，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听说还可以像人一样思考。突然，黑暗一瞬间笼罩了我，我吓得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我试了试开关，可灯没有丝毫的反应。难道是停电了？我皱起眉头，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安。跟帖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网友把受害者的照片发出来时，我的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的人竟然就是我。原本以为是谁 P 的图，可照片中的那人左手虎口的位置有颗黑痣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如果照片不是假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真的来自于5天后的未来。也就是说，在今晚会有一只黑熊闯入麻吉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刚刚门口传来的异响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，正用锋利的爪子尝试开门。想到这儿，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就想着把这个事告诉小区的保安，可我发现手机根本截不了图，一旦我尝试截图就会死机。可是没有证据，我该怎么让别人相信我？我也不能找帽子叔叔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就算我跟他们解释，可没有证据的话，帽子叔叔也会觉得我疯了吧？正当我犹豫该怎么办时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房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规律。我突然想起自己刚才发出的尖叫声，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的话，那是不是更让他确定了我就在房间里？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可不知道为什么敲门声响了一会就停止了，我吞了口水，实在没有勇气再去看猫眼，周围仿佛陷入了一片寂静。不对，太奇怪了，我突然发现刚刚忽略掉的细节，邻居们为什么会这么安静？我住在503、502，是一家3口，孩子刚刚1岁，经常哭闹。我明明刚才发出了那么大声的尖叫，却没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而且对门501的小伙子是个游戏主播，平时就吵吵嚷嚷的，现在也没有任何动静。突然有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似乎是停在了501的门口。有人敲了501的门，阵阵的敲门声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屏住了呼吸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突然响起的铃声吓了我一跳，原来是业主群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，我长吁了一口气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，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想了想，我掏出手机在业主群询问物业电力维修需要多久，可物业却说一般10分钟左右就会搞定，但我们的维修师傅还没到，请耐心等待一下。刚刚的维修人员是谁？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，缓缓地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依旧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连忙给501发了消息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回复了我：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，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。我松了口气，心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1，你家水管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打电话你也不接，你给我等着。我记得401的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，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，我听到了401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1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1的房门缓缓地打开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501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1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501并没有出来。透过猫眼我看到401的男人一直站在门口，好像在犹豫着什么，因为501家里实在太黑了，黑的有点不正常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我明明记得501刚刚还说是给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一片漆黑？我吞咽了一口口水，紧张的心突突的跳。赶紧出来呀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气不过，伸手用力一推，可门却只推了一半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
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对门房间的情况，帖子说的居然是真的，我们小区果然闯进了一只黑熊。我紧张地看着门外的一切，那只黑熊现在就在501的门后，我头皮一阵发麻。楼下401的男人也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被猛地拉进门内，在一阵短促的惨叫后，便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我心脏疯狂地跳动，捂住嘴巴，尽量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动静。毛骨悚然的响声从门外传来，我满头冷汗，颤抖着攥着拳头，手指关节被我捏得发白。最开始进入501的维修工，难道就是那只黑熊？这只黑熊远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，甚至更加狡猾。看样子帖子说的没错，黑熊会慢慢吃掉公寓里所有的人。可如果我们都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连忙回到那个帖子，一会儿没看又多了不少评论。嗨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，它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哈，不是吧？麻吉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。知道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的那一刻，我立即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可我不禁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死了那么多人，难道没有人发现黑熊进入了小区？帖子里还在不停地回复着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那黑熊一开始就吃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，害怕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。正当我准备关阳台窗户时，我突然瞥见了对面大楼窗户的反光，刚好照出了501屋内的情况。透过反光，我看到了一个体型十分壮硕的黑影，正站在客厅里。这应该就是那只黑熊吧？只见他就像是人一样用2只脚站着，并且我看他的动作好像是在模仿人穿衣服。我感觉无比的恐惧，可他忽然像是有所察觉一样，眼神突然猛地朝对面斜斜地看了过来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拉上了窗帘，悄悄缩了回去。我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说明了现在的情况。帽子叔叔收到消息后，便让我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可我们这栋楼还有那么多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出事。随后，我急忙在业主群里编辑信息：麻吉小区闯入了黑熊，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别开门。咱们小区以前是一片荒山，虽然有人看到过熊出没，但当时山上的野生动物早就送到动物园了。今天休息谁这么无聊在这里恶搞大家？群主快给他踢出去！我看是503的业主，这次来的是熊大还是熊二？有没有光头强？哈哈哈哈！看着他们玩笑似的回复，我焦急地继续打字。现在我对门的501和楼下401的业主很可能已经遇难了，大家不要再开玩笑了。遇难？你怎么张嘴就说瞎话？501呢？出来说句话。在群里片刻的沉寂后，没想到501真的回复了消息。是吧？啊，怎 JKRH？ 怎么回事？一瞬间我汗毛倒立。难道是那只熊？你看人家回复了，还说人家遇难了。503太损了，谁说不是？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。我看这个503就是无聊消遣别人，你要是无聊可以来我家里玩玩。小妹妹，看着群里的信息，我感到一阵无奈，但不论怎样，不能再让黑熊继续造成伤亡了。黑熊对死掉的动物不感兴趣，关键时候装死可以防止黑熊造成危险。我陆陆续续的又在群里发了几条躲避黑熊的科普，希望这些可以帮到其他人。这时群里有人猜测我是不是遇到了危险，正在求救，大家议论纷纷。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张叔主动提出来看我，我连忙阻止。就在我准备给他打电话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细小的声音，我瞬间屏住了呼吸。那声音就像是故意踮着脚尖走路，慢慢的向着我家走来。是那只黑熊吗？我忐忑地向门外望去，可通过猫眼发现外面依旧是一片漆黑，不能确认门外的情况，我感到十分焦急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对了，也许帖子里会有黑熊的信息。我连忙打开帖子往下滑去，下面的评论中，我突然注意到了类似黑熊复仇的字样。复仇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们伤害了黑熊？所以……还没等我想清楚，门口的电子锁却不停地传来电子音：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紧接着门外便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警惕地向着门口移动。可当我看清门外情况的时候，我只感觉脚下一软，一只黑熊的脸正凑在门前，血红的眼睛正四处查看着。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电子锁不停地响着，突然巨大的咆哮响彻整个楼道，我甚至能从他嘶吼的声音中听到打不开门锁的愤怒。而我面前的铁门也被那只黑熊砸得有些变形，我赶忙躲进柜子里，颤抖地听着门外的情况。可不知道为什么门外的电子锁却响起了不一样的声音：人连解锁成功，欢迎回家。
震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躲在柜子里，紧张的不敢喘气，因为我知道那只黑熊已经闯进我家了。桌上的物品纷纷掉落，沉重的踱步声在客厅响起。我知道那只黑熊正在找我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张叔发消息：张叔，现在黑熊在我家，千万别上来。信息发出去后，可一直没有等到张叔的回复，但黑熊咆哮的声音却让更多的业主听到。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门外的怪叫？好像真是什么动物的声音。我怎么没听到？你们怎么和503的业主一起跟大家开玩笑？我也听到了，确实有声音。见状，我赶忙回复：我没有骗你们，都锁好门窗，黑熊真的来了。此话一出，群里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密切地关注着我所在的单元楼。这时我在群里询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张叔，因为张叔刚刚说要过来，但现在我发消息却没有人回复，大家众说纷纭，但都联系不上张叔。我正为此紧张时，客厅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。难道黑熊发现我了？我紧紧地捂着嘴巴，生怕自己喘息的声音被听到。柜子外突然传来了细小的吸气声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狗熊的鼻子可要比人类灵敏，就算我不发出声音，光凭味道它也会找到我。那声音离我越来越近，仿佛与我只有1门之隔。听声音，它应该是打开了冰箱。我暗自吁了一口气，还好冰箱里有半罐蜂蜜。柜门外又响起了一声清脆的金属声，好像什么东西掉了。紧接着那呼吸声再次贴近，而且指甲摩擦柜门的声音也渐渐响起。我紧紧地闭着眼睛，不敢面对柜子外的黑熊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楼道响起了欢快的脚步声，黑熊仿佛也注意到，吭哧吭哧地向外走去。会是谁在门外？我紧张地掏出手机，翻看着群内的信息。明明所有人都回复了消息，不应该有人上楼啊！我扫了一眼时间，糟了，现在是放学时间。走廊外果然响起了孩子哼歌的声音，是贝贝。601家的小丫头，每次放学遇见她的时候，都会兴高采烈地向我问好。黑熊也被这突然传来的声音所吸引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出去救贝贝，他肯定会出事。我缓缓地推开柜门，露出一个缝隙，发现黑熊此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门外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。在我的印象里，501的房门是开着的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太危险了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我的双腿一直在打颤，走廊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我屏住呼吸离开柜子，悄悄地躲在黑熊的身后。当贝贝出现在视线内的时候，我和黑熊都行动了。黑熊对着贝贝喊叫，孩子一瞬间被吓得呆在了原地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我猛然冲过去抱住了他，借着向前的冲力，带着贝贝进入了501。黑熊显然是没有想到我的动作，他气急败坏地向我冲了过来。我连滚带爬地关上了房门，气喘吁吁地靠在门上。刚才实在太紧急了，我都没注意到自己的腿被刮掉了一大块皮。我安抚了一下贝贝，而门外又响起了撞门的声音。那只黑熊的力道越来越大。正感到绝望的时候，一阵铃声响起。我趴在猫眼上向外看去，发现我家单元门锁的铃声响了起来。可下一秒，客厅传来的声音让我冷汗直流。小姑娘，我是张叔，物业让我过来给你送东西，你开下门。张叔果然还是来了，而且这个黑熊还接通了电话，像是在模仿人说话一样。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。难道那只黑熊真的听懂了张叔说的话？而且接完电话后，黑熊居然向着楼下走去。我赶忙给张叔拨通了视频电话。我在房间内焦急地等待着，过了半晌，张叔的面庞才出现在手机屏幕中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的家里怎么这么黑？张叔，我家进了头熊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但现在那头熊下楼了，你赶紧跑，不然……还没等我说完，我就听到楼下单元门开锁的声音。张叔接电话的时候还一脸轻松，可门被打开的一瞬间，他露出了惊悚的表情。又是一声惨叫，紧接着视频通话便中断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赶忙打开门，对着楼下大喊：我就在楼上，你不是要吃我吗？来啊！我虽然很紧张，但我想吸引黑熊上楼，这样他就没机会再伤害张叔了。黑熊的咆哮声在楼道里再次回响，我看着躲在我身旁瑟瑟发抖的贝贝。虽然这个举动吸引了黑熊，但终究是杯水车薪。我咬了咬牙，离开了房间，并告诉贝贝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说罢，我便向着楼上跑去。我现在只能吸引黑熊，争取能和黑熊错开下楼的位置。毕竟我们小区除了楼道，还有一个额外的消防通道。可腿部的伤让我很难上楼，好不容易一瘸一拐的上了几层，腿部的疼痛差点让我昏厥过去。可我一回头，却发现黑熊已经出现在身后。在和黑熊对视的一瞬间，他张着血盆大口扑向我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。几声微弱的响声响起，等我再睁眼才看到，帽子叔叔使用麻醉针控制住了黑熊，而我也被顺利救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张叔看到黑熊后就躺在地上装死，而我的声音正好吸引了黑熊。
被捕的黑熊很快也被人们认了出来，正是之前在荒山上居住的黑熊。当时人们在铲平荒山的时候，就能在工地听到黑熊吼叫的声音。也许黑熊觉得是我们人类占据了它的家园，现在黑熊已经被送往动物园，得到了妥善的安置。至于501和401，在两人看到黑熊的第一时间就被拍晕了，所幸并无大碍。当帽子叔叔问起我是怎么发现黑熊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那篇帖子，可在翻看手机却发现它消失了。看样子是我改变了未来的结果。也许冥冥之中，那条帖子就是希望我能扭转未来，避免悲剧的发生。过了半个月，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，直到我去动物园游玩的时候，我又看见了那只黑熊。它完全没有了那天的凶残，眼神中也露出些许安心。只不过它在认出我后，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回想起那天它的种种行为，难道它真的只是一头普通的黑熊吗？